叫于佳土生土长的广汉人。在我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呢，埋藏着震惊世界的古老奇迹。在2019年的10月呢，三星堆时隔35年之后再次考古发掘，6个祭祀坑同时被发现，而且是大量珍贵的文物出土。三星堆顿时成了这个星球最为火热的考古名词。那在2021年我主动请缨，成为进入三星堆考古工作舱内拍摄考古发掘的唯一一个第三方摄影师。这个不像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它已经是很完整、很精彩。它其实就是我们3000多年前古主人他最后一次放在坑里的那种状态。经过几千年，它有历史的沧桑了，怎么样去体现好、表达好，很难很难。说直接一点，就是当时能不能用光线怎么布，能不能布，那脚架能不能用，那还是怀着对于古主人、对于文物的敬畏之心。所以在一步步在摸索。后来我问了央视，问了其他媒体，其实他们和我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可能想去寻找和古主人的这种对话吧。对于三星堆器物，我倒过来又到博物馆认真的去看了一遍。拍的它是这个角度，因为这个角度能够看到它很多的细节，所以这一件是最完整的，最能够表现当时的另外一种人的身份。因为在三星堆里面有个很难的什么呢？就是对于文物本身的保护。那光怎么用？我们有很多方法，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够太过于复杂。你的设备你的各方面的东西它可能对文物各方面它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工作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坑里边呢，也通过我们考古队员，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我们就想，器物本身想表达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用光线把它给还原出来。所以我们就说，通过光线来还原古蜀人想带给我们的一些情感或者一些氛围，应该是这样去说。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坚持当中呢，还发现了很多的可能其他考古的现场没有的东西，或者说大家没有太注意和关注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我现在称之为就是叫时间的作品。就是我会关注到了很多，器物留在我们泥土上的印记。那种印记其实就是时间的，是它的作者，躺了3000年，然后器物取掉之后，在泥土上留下了很漂亮的一些印记。这些印记呢，不仅仅是时间留给他们的一些形状，那让我们更惊喜的是，它留给我们的色彩，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间的力量。它会随着时间，色彩会随着水分的丢失，它会变得很淡，最终的会不复存在。而这次呢，其实我很荣幸地使用到了 GFX 100S，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创作的可能。它机身的便捷性，它的高像素，它的防抖性能，
这些呢，因为我们在基斯坑里面的空间非常小，而且有些呢不允许你加脚架，我们的这个提取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晃而过的，没有再次的机会，只有一次，3000年只有这一次，所以我很荣幸使用到了这个 GFX100S，它也给我带来高画质，因为我以后的照片我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会放大的很大很大，那它的细节、它的呈现，它的色彩还原，我觉得是我能够接受的，也很满意。